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上一期我们聊了日本的养老金、年金相关的一些事情，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日本的电车。首先呢，日本的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有以下几型：电车、地铁、巴士、飞机和轮船等。然后电车的类型按照用途来分的话，主要分为常规列车、机场列车和旅游列车。常规列车的分类主要是根据速度来分的，一般情况下是特急、急行、快速和各站停车。特急的话，站点是最少的一种，然后是速度也是最快的，其中耽误的时间也是最少的。急行的话，比特急要稍微多2-3个站，速度也是比较快。快速的话是停靠的站点是比较多，但是比各站停车要少，速度是中等。各站的停车是停靠所有站点，然后速度是最慢的。如果要拿举例来说的话，这个在日本的 JR 线，也就是总武线，这个就比较多。这一条线的话，基本上是一条线上特急、急行、快速和各站停车都有。电车的乘车价格也和所在地区有一定关系，比如东京和京都，在相同距离、相同的站数，东京的价格是普遍比京都要低的，京都是要偏贵一些。还有另外一个是用西瓜卡坐车，京都是 ICO 卡，然后东京是 C 卡，这两个地方同样用这种卡来坐车，京都是没有折扣优惠的，但是东京是有的。跟电车相关的票的种类呢，主要有以下几些：月卡、单次购票、一日券和来回票。首先是月卡，月卡的话在日语里面是叫做定期券，是1个月内在月卡区间内的，可以乘坐无限次，有效期是从月卡办理之日起到这之后的1个月，也可以多个月购买，多个月购买的话是有折扣优惠的。主要的减免方式是学校减免和公司减免。月票的办理呢，有的是可以通过购票机器直接进行购买和办理的，但是学生卡的话，基本上都是需要去人工窗口进行办理。然后常规票里面的单次购票，就是指的是我们要去某个目的地直接单次购票的。然后是一日券，是指的是在这个指定期间内1日之内可以无限次乘坐的票券。来回券的话和单次购票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一次性购买2张票。乘坐电车所使用的工具的话，主要有常用的是谷歌地图和乘换案内，也就是乗り換え案内这种可以根据它每一班时间的 APP。谷歌地图的话是可以支持中文搜索，但是如果出现一些突发事故上的话，谷歌地图是不会及时更新的。但是日本的 APP， 也就是乗り換え案内是可以进行及时更新的。然后是以上工具都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的话，如果在其他地区的话，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如果在东京地区的话，可能会显示的是西瓜卡的折扣后价格。比如说，如果说你正常坐车是从这一站到下一站是140日元的，但是如果你用西瓜卡的话，那就是130几日元左右，也就是在 APP 上会显示的是130几日元，而不是140日元，会让你以为你是不是买错票了。在这里呢，我还有一个小意见，如果说大家第一次来到日本，你是中长期签证或者说短期签证的话，那么你可以购买一张西瓜卡，在东京地区的话，你购买西瓜卡以后，用西瓜卡来进行乘车，那么这样的话，你不管做什么，在东京地区内做跟西瓜卡有合作的公司的这些交通运营方式的话，都是有一定折扣的。等到要离开日本的时候，再去人工柜台把西瓜卡给退掉，因为你办理西瓜卡的时候需要500日元，那个500日元并不是买西瓜卡的价格，而是租西瓜卡的价格。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电车的价格怎么看。首先是第一种站内换乘，这个适用于电车到电车，也就是不同的线路之间的电车，也适用于电车到地铁这种情况。首先第一种，比如说我们水道桥，这是我们本站，然后我们要去浅草桥的话，那么就是按照我们看的价格140。如果是站内换乘的话，就是从水道桥到东京的话，那就是160日元，这里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因为它是站内换乘，不需要去单独买票。另一种情况就是出站换乘，需要出站然后再进行换乘的一种方法。这个还是和前面一样，比如说我们从水道桥出发，我们要到浅草桥的话是140日元，这个是不会有变化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要去东京的话，就会变成我们先要坐车到秋叶原这边，比如说是 JR 线，我们先要出站以后再去秋叶原的地下铁站，然后进行换乘，然后再到东京是200日元，
也就这里就会变成200日元加120日元，你总共需要支付220日元的这个电车费用，这不就是出站换乘的一种情况。而且出站换乘的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如果你是这两条线路是需要出站换乘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后面这条线路是不会显示在第一条线路的这个价格表上的，也就是说你是看不到的，你需要出站以后，到这地铁站以后，你才能看到下面的这个。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机场列车。机场列车呢，就是在机场和几个特定主要站点之间来回运行的列车，比较适合于对时间要求比较紧急，以及想要和一般列车错开一步到位直接到机场的人。我自己乘坐的比较多的呢，就是羽田空港线，也就是京急空港线这一条线。这条线的话，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适合一般人在中途就搭这个列车，然后直接到空港的。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旅游列车。旅游列车的话，在日本主要分为3类：观光列车、主题列车、包车列车。观光列车的话，主要就是提供舒适的座椅、好美食和景观等服务，让旅客可以进行享受日本的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色。而主题列车的话，通常是以特定的主题设计，比如说动漫、历史或者文化，让旅客体验到日本独特的魅力。然后包车列车的话，就是根据旅客的需求进行定制，让旅客在旅途中获得更加私密和舒适的体验。比较适合的例子的话，就是观光列车的话，当然了解的比较多。主题列车的话，大家可能在一些新闻或者说在一些杂志上看到过日本的一些，比如说像以动画或某部动画为主体的这种列车。包车列车这个我没有体验过，这个大家进行参考。有关于日本比较有名的旅游列车的话呢，这个我不好推荐，因为我自己的生活是比较单调的，2点一线就算旅游的话呢，也是通过自己去旅游的方式，比如说先查怎么去旅游，然后再坐一般的电车到那个地方进行旅游这种形式，而不是坐观光列车。因为自己的话还是比较喜欢通过一般的方式旅游。如果大家想要去通过旅游列车进行旅游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图示里的这些是比较经典的一些旅游列车。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和其他润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